有的人不听话反抗，一反抗当然打不过他们，一反抗那些缅甸的兵跟着中国人一起上来打你嘛，因为那边是中国人，那边都中国人产业链，对不对？然后那有的人被打了，当时被打了20-30棍以后，他整个那个屁股和大腿的部位，那个皮肤的皮就就崩开了，崩开以后，那每天一开始流的是血，到后来在地上他都不能翻身，流的都是那种脓液，那个味道第一天、第二天能闻到，到后面就闻不到味道了。你知道为什么闻不到吗？因为在那个地方，你想你戴了手铐脚铐，那个农家小院，它那个连房间加院子上面都那个塑料棚都加上钢筋封起来了，外面感觉是有光，但是射不进来。就那个屋子加院子估计。按照那种31厅的房间，估计有2到3倍吧，就这么大。因为那边农村嘛，对吧？就是果敢老街的边缘，在那边每天除了那2顿饭，那就有一个公共的上厕所的地方，就是那个被监视的要举手报告，就像那个农村的那个粪坑一样，可以蹲那边就拉屎撒尿，然后其他地方就睡在地上，除了打你以外，有人来选你，就睡在地上。睡在地上的时候，地上就是铺了一些棉褥，没有盖的，只有铺的棉褥。那些棉褥上面有各种就是在里边可能死过的人，或者说被打的就出血的人，这个各种血渍，那个血渍已经玷污的那个味道已经第3天开始已经闻不出味道了。然后在那边。你不管是1天2天还是10天20天被选走被买走，是没有不能洗头不能刷牙不能洗脸，就是而且吃饭的时候除了给个饭纸盒子里面塞点米饭塞一点菜，你是没有筷子的，得用手，而且他如果看到你没有吃完，他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对吧？他监视的，看到你没有吃完必须用手把它抓完。你想多脏？我在那边我被选走，选到一家公司，被选到一家叫红莲宾馆，红色的红莲花的莲，被买到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床上待了好几天，那边都有兵把守的枪指着我嘛，待了好几天，必须每天给我起来走路，看到我能正常走路了，就是不再是瘸的那么厉害，让我到7楼上班。那一天看到那个桌上每个人放4个那个工作机，就诈骗的手机，都是苹果的。看到时间我才看到是7月31号，我应该是7月25号左右估计被买走的。等于你是7月10，我7月6号离开上海，7月8号到达西双版纳湾，7月8号夜里到达那个西双版纳山脚下，7月9号上午到达，就是翻过山，应该说出国了。7月11号到达那个缅北的果敢老街农家大院，从7月9号早上已经就是翻过西双版纳的山，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对不对？一直到7月11号被到果敢老街那个农家大院，这2天2夜，我告诉你吧，一路上被他们这个蛇头的这个人贩产业链，他们都是属于中国人当领导，那个当地的缅甸人雇佣兵当打手，他们换各种车，换了好几趟。各种车，他们换的最多的车就是日本的丰田，他们好像很喜欢日本的丰田车，好像就进口走私的嘛，车上都是中国人当老板，然后开车的还有那个拿枪的是那个缅甸人，就是缅甸的人。关键是这一路上过的所有的关卡，就像中国的公路不是有收费站吗？在那边过的关卡，它不像中国的高级的收费站电脑，它那边收费站感觉就是有的是一个房子，有旁边就是一个小房子，旁边是个农村的村庄的路边的村庄，拉了一个绳子，你交了钱就能过。他们也能听懂中国话，他们会说中国人。然后我们喊救命报警没有用，在所有的地方，只要从那个7月9号到11号。经过的不光是缅甸的缅北，还有缅甸的内部的什么佤邦各种城市，经过所有的缅甸城市，只要是能过关卡的地方，他们给人民币就通行。他们下车只是跟他们去交流，比如说交流的好，可能给个1500块就通行了；交流的不好，他们找借口。这些中国人最后交流到最后有一个关卡不好过，他们一次性这个就一车4个人嘛，塞了1万块。现金过去，就在那边人民币就是通行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报警啊，所谓的求助。我感觉那边比中国的明星的人设还假，就是你以为那边有法律，那边根本就没有法律。他们能一眼认出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皮肤像我这么黑，也没有那边人黑，因为那边天天被晒，特别黑，对不对？那边黑的像炭。你像我这种在中国很黑的皮肤，那只是黑皮肤，在那边也能看出是中国人。那看到中国人，他们就知道钱，你过关，他们知道你过关肯定要干坏事，不管干什么坏事，给钱就能过。所以你那个到了农家大院以后，也是一开始跟他们一样靠着蹲着打，把你都搜刮一遍。为什么要打呢？就那边的，因为在那边的中国人，他先驯服你。对。
在那里待了多少天？从11号，你想我月底才看到手机，看到他们的工作机，我的手机都被他们一直控制了。在那边应该25号左右被买走的，应该待了有2周左右。在那2周左右，我看到很多人死掉，看到很多中国人死掉。我就这么说吧，那个院子我去的时候有70-80个中国人，被关在那2个屋子里，挤在里面睡觉，腿都伸不开，戴着手铐脚铐的。但是平均每天有1-2家公司的人过来选人，就来1个、2个、3个人来选人，可能有的选2个、3个，有的选5个，最多选10个，不得了了。大家都想被选走嘛，这样就可以，也许就不用被打，因为在那边是没法见到天日的，对不对？然后平均每天有1-20个不同地方中国人被骗过去，新被骗过去的。到那边第一天是给你驯服打，到第一天夜里，他们院子里有一个桌子坐的一些是他们的手下，也是中国人。然后这些人是进来开始刷你的脸，用你的手机刷脸，把你的支付宝、微信、花呗、信用卡，就你绑定的那些东西能刷的，因为强行刷你的脸不打呀，对不对？你不给密码也得给，就是把你的上面余额、花呗额度能刷的全部刷掉，这是第一步。他们有一个很市侩的地方，就是他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去那儿的干坏事中国人大部分都没读过书嘛，都是可能高中都没读过，所以他就比较眼皮子比较浅，就你的手机越好，他认为你可能越有钱，就从什么 iPhone 14啊、13开始刷，对不对？像我是 iPhone X， 他呢也把我的钱刷掉了，但是他这是第一步，刷完，比如说已经刷过的手机放这边，对吧？因为他每天他们也要在那一桌子里边去搞诈骗，对不对？他们也有自己的诈骗团队，就每天他就会有固定的夜里这个时间刷你的脸，比如说这些手机刷掉了放这边，然后今天这个人被买走了，找到他的号，比如说1号、2号，把他这个手机拿过去带到那个公司去，对吧？被那个买家带走，然后等到把这一批人刷的差不多的时候呢，这时候第2轮开始刷了。第2轮刷什么？第2轮就已经刷过你的支付宝、微信的人的手机，开始从好到差，从那14、13、苹果12往下刷，开始这时候刷什么？这时候找你的身份证，开始刷你的，给你做一个网贷吧。在我面前有一个42岁的中年人，其实我也37了，比我大5岁。他被刷掉了，被刷成功了，因为网贷不容易成功嘛。他反正各种方法刷成功，贷款40万。别说他回不来死，因为在那边很多人会死掉嘛。回来的话，那40万又怎么还，对不对？那同样，这还只是一方面，在那边总有人会因为在那边的人被骗，都是因为能到那院子里都是被骗过去的。他们说那种自愿过去的人，就认识一些灰色产业链上的人，自愿去过去的人，直接就是到那边就被送到那个所谓的就诈骗公司，不用被送到院子里了嘛。那实际上我这种被骗过去被送到院子里的人，他除了刷你的脸、刷你的贷款之外，他还干嘛？你不听话，他要打，因为有的人被打了身上打伤了，那没用了，最后那没用了，卖不掉，对不对？卖不掉了，总有几个被打的残废的卖不掉了，他就会把他送到叫妙瓦底，就是奇妙的妙，砖瓦的瓦，那个底部的底，送到妙瓦底，或者说通过妙瓦底送到泰国的公海，他们公海船嘛，就是嘎腰子啊。就我听到那边中国人他们的对话是，这个没用了，卖不掉了，残废了，送到妙瓦底吧，卖不到妙瓦底，如果不要的话，最近不缺人的话，就卖到那泰国公海船上，他们是25万卖过去一个，25万人民币卖过去以后，听说他们在公海船上嘎2个腰子，一个腰子卖到那个就是那些东南亚国家，一个腰子就能卖40万人民币左右，2个腰子就能卖80万，有的眼睛好的还有一些器官还能卖，所以这个是你听说的，就他们亲眼所见的，就他们每天都会有一些微信聊天，他们因为那边人说话他也不顾忌的，因为他知道到那边的人就已经没有生存的自由了嘛。就他微信聊天，你们对，而且他们打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通过微信跟不同的地方的同行视频，可能跟在缅北的一些诈骗公司在视频同行。你看我今天打这个人打得多爽，也有可能跟他们远处的，因为他们都是产业链嘛，有的在缅北，有的在什么缅甸的仰光也有的在缅甸的这个妙瓦底，还有的是在老挝啊、柬埔寨、菲律宾，居然还有在韩国的，还有在非洲的，还有在迪拜的，非洲也有。他们说他们把一些所谓的精英，就是就是说在那边干1-2年之后，他会通过公海坐船运到非洲，因为非洲那边同样就跟缅甸一个方式，把当地的军阀给花钱买通了，就可以成为一个稳定了，多夸张！那有一次被打得多厉害，我活到37岁，我第一次看见有4个人在我面前被枪打死了，你知道吗？被打死，因为有一天
那一批又来了10几个人，那10几个人又是刚被骗过来的，那10几个人一看就属于在国内应该属于那种小混混，就是属于不读书那种，他们哪里像我受得了这份气啊，对不对？受不了这份气，那戴了手铐，那第一天被打这么疼，第二天继续打，受不了，一起来反抗，10几个人过来反抗，去抢枪，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雇佣兵在中国人的指挥下开枪打，真的，他们开枪不是打1枪2枪，往他身上那子弹可能每个人枪里面怎么有个3发5发子弹都打过去的，在我面前有4个中国人，看起来20多岁。当场就倒在地上死掉了，他不像电影里面把一个人打死了，好像那个慢镜头一样，慢慢的倒下去，流一点点的流血，他不是那样的。一个人死的时候很快的，你知道吗？一个人被枪打几发死掉的时候，你想穿的这么单薄，对不对？赤着脚，根本不会流很多的血，死的很快就死了，根本不会像你想的，像电影里面一样，哇，打过以后血慢慢的流，慢慢的喘气，死的真的很快的。还有7个人。那4个人死掉了，还有7个人中枪中得很厉害，有的在手上、胳膊上中枪，有的腿上中枪中得厉害，没有死，他们又通过微信直播了，他们通过微信跟不同的同行，就是他有的同行在不同的国家，有的就是在缅甸不同的公司，他们直播，他们怎么直播的？他们找来一个医生，然后他直接跟他们说，他们一说话全部是脏话，在那边的人不管中国哪里人，他直接说开始。给同行直播了嘛？说，来让你们看看我们果敢老街今天怎么调教这些敢抢枪的人，这几个还没死。来，这个医生在内地干嘛了？大声说出来。这个医生说我在内地是兽医，没错。你看在那边肯定也是在那边活下来了嘛。来，现场给我开始解剖找子弹。那个兽医也没有什么麻药什么的，就是在像从那7个没有被枪打死的人，那个腿上身上找子弹，那个大腿上啊，就用那个刀往上挖，他根本不管那个疼不疼。你看戴着手铐脚铐，插进去往上挖，就像麦当劳里面挖那个土豆泥一样，去找那个子弹。他不管能不能找到子弹，把那个腿挖得血肉模糊的，就是我不仅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死掉，那些一个人的腿啊身上被那个刀挖得血肉模糊的，被他们微信直播给不同的诈骗的。同行，这个是你在现场看到的，在那个在果敢老街那个农家院子里现场看到的呀。你想，我开枪的是那边的雇佣兵，是雇佣兵，但是指挥的是中国人，是中国人，那边干坏事的领导都是中国人，但是那边他们雇的都是雇佣兵，对，雇佣兵都是当地缅甸人。这是唯一是现场看到被枪打死的，被枪打死的4个，我在被买走的之前的那2周左右。被枪打死4个，有7个人残废了。然后在我被买走之前的7个人，有一个残废的太严重了，直接送到妙瓦底那边公海去送走了，送走就嘎腰子嘛。这个是听他们在聊天过程中。对，他们都会每天聊天，因为那个地方也没有那么太大嘛。然后更夸张的是，他有一次，他们不仅把我们的东西视频给同行看，也有别的同行往这边视频。那个同行我不知道是缅北还是缅甸或者别的国家的中国人，那个院子也是那种被骗过去的院子，因为他们说也有人会被送到老挝嘛，就是反正也是那种中国人把中国人骗到国外的那种院子里边视频，那也是个不听话的中国人几个人，他们你知道怎么折磨那个人吗？在微信视频，那个信号也不是很差，就是你知道有很多中国就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那个烧水用的那个壶，那个铁炉子那个壶。不是几个那个铁炉子嘛，铁的那个壶，手拎的壶子，烧开的水，那些人戴着脚铐手铐，指挥的那个当地的雇佣兵，给我浇，往他们脚趾头上浇，那个浇上去啊，就是那个开水一罐又一罐的浇，把那脚趾头浇得麻木了。这个时候开始让他们用刀割那个脚趾头的那个指头，开始那个割那个关节，脚趾头关节，一点点割，不要割破，不要割断，割到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再用开水浇。你想那多恐怖啊！这是事实。那旁边那已经痛不欲生了。这个时候浇了一遍，割了一遍，再浇。这个时候已经血都出不来了。这个时候直接让雇佣兵把他们脚趾头掰断，就这么残忍。这是真的。视频。这是你通过视频看。视频看到的。但是他们在给他们视频是一个大屏还是拿手机？拿手机。拿手机是他特意展示给你们看吗？对，这个过程。
就直播就是恐吓你们。对对对，就这么可怕。不听话就这个下场。是，所以你在那边的话，算好，就是除了挨打之外，其实没有去。因为我不敢反抗，我不敢反抗。我说实话，从我那天看到4个人在我面前倒下去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我在缅北都没有哭过了。我不是多坚强，我是当时很绝望了，因为我当时当我看到那4个人倒下去的时候，包括他当天就找来那个从缅北老街上找来那个兽医去挖那些人的那个子弹身上的肉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在那边我感觉我可能再也出不去了。我当时很绝望，那一刻开始我连眼泪都出不来了，我也不想哭了。我当时很绝望的，我看着这些尸体躺在地上，他们也不会说像扫垃圾一样把它立刻处理掉，他只是觉得废物放这边就堆着它发酵呗，对不对？过了好几天才拖走，然后那几天虽然天热，因为里面只开了电风扇嘛，天那边那么热，看着那个尸体我也闻不到气味了。当时在那边待了估计也有1周左右了吧，当时已经很绝望了，那一刻再也哭不出来了，我就很绝望了。当时我想，我这辈子会不会再也活不了了？当时我现在想想能哭出来，当时我完全哭不出来了，我很绝望。当时我开始回忆我的一生了，就是我被打的时候我也不觉得疼了，被打的那么屁股那个青一块紫一块，屁股大腿我不觉得疼了。我当时在回忆，我说我今年37岁了，当时我在回忆什么？我回忆我这一辈子活得值不值得？我这一辈子我为了生存，我做过太多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说原生家庭重要嘛，我说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好，那父亲他再有钱，他对我没有尽过责任，他现在风光的退休住了别墅，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举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我一个2本毕业，对不对？你想，其实2本说实话对于命运改变没有什么帮助，只能靠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像2010年、2011年，那个时候是大家看电视的时代，不像这个时代，2023年没有人看电视了。2010年大家都在看电视，都在相亲的时候，我也去报名。那个时候你看网上会说很多电视台相亲给通告费的，我去我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去湖南卫视，我录了好几期节目，我每次去湖南卫视他不给报路费，我一点都不夸张，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我许伯纯，他没有给报过1次路费，而且每次录完节目第2天他的退房时间不到12点，那个宾馆就敲门，赶紧走人，不走人要自费这个今晚的那个住宿费的。我2010年去湖南卫视录了好几次节目，从来不给报任何的路费，然后路费自己掏。那个时候机票好贵的，路费我在北京工作那个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当时想展示自己呀，我想活下来。路费是自己掏的，住宿费他只提供当天就是录制前一天晚上开会和当天的住宿。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认为啊，你像湖南卫视啊，一些电视台是不是很有钱？一些很有钱。其实我说了不好听，是不是店大欺客？根本就不给报路费。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你可以上网搜我那些视频，我许伯纯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2010年去湖南台录那么多节目，没有一个是给我报路费，全部我自己自费的，而且住宿只提供录制完当天的。所以我回忆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我很努力。就是你像我记得当时我考的是个2本在南京，我08年毕业的。我当时班里有一个就可能他户籍是比较好的城市，因为户籍分数不一样嘛。像我考2本考500多分，不到就是不到600分，就是500多分，但是可能有的人他可能因为他的户籍制度，或者说他可能用的户籍是或者是国外的，或者是港澳台的，他可能只要考个400分就进去了。回顾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我很努力啊，但是我没有任何结果。就是我不敢说我是100分的努力或多聪明的人，就是在我有限的认知，在我有限的原生成长环境里，我已经很努力了。我觉得我是不是可能方向不对呢？因为你想走在目前可能需要一个是硬件条件、家庭背景，会需要这些东西。有可能，所以当时我是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就是我以为我的人生可能在37岁要结束了。我本来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婚姻，结了婚，但是没敢领结婚证，因为压力大嘛，2个人都没有安全感。那我想有了孩子再去，我们都商量好有了孩子领结婚证，结果还没敢要孩子，因为这几年每年的工作都不到1年，都在失业中流离颠沛嘛，就是还没有能够拥有自己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的时候，
原来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对不对？所以我在那边回顾了所有，因为每一天只要有人来选人，他不管夜里还是白天过来选人，就诈骗公司的人士来选人的时候，我都努力的举手，因为我想挣脱那个牢笼，我想如果挣脱这个农家小院，我有没有可能活下去？我想活下去，我不想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死了，我可能就是按照所谓的传统的宗教轮回的角度，即便我还能够轮回到下一次的生命，我这一生所有的经验教训全部都消逝了，全部都不见了。我不想死，我很想活，但是我没有任何路子，手机也拿不到，连脸牙都洗不了，牙都刷不了，头上发臭了都闻不到。但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而且那胡子都邋遢了，没有人选我，对不对？没有人选我。那天夜里已经很绝望了，估计25号左右，我没想到那个人可能要的人多，要了10多个人把我给选走了。